当乌苏里江洒满阳光，帕米尔高原仍是满天星斗。地理书上这句话大家应该还记得吧？我们之前循着这句话的指引，到了中国最东端，真的看到了中国第一缕阳光洒满江面。在那个盛夏时节，冬季抚远，凌晨2点多天就亮了。而环行中国的旅程到现在，我们已经环绕了将近半个中国，抵达了中国的最西端新疆乌恰县。中国的西极到底啥样？在帕米尔高原上看星星会比其他地方更亮些吗？这里是中国最西端，那边一片都是雪山。这应该是中国最西端的厕所了。与中国东极不同，因为中国西极过于偏远，所以到这里之前你需要办理一个边防证，在乌鲁木齐或者你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拿身份证就可以办理，立等可取，简单快速。而当你从乌恰县走向西极，就会发现其实你离边界已经很近了。哦，前面这个车是不是不是中国车呀？哦，对，它的车牌是白色的。刚刚有个车在后面逼得很紧，然后突然超车，吓了我一跳。我一看，我想看看这是哪个地方的司机这么猛啊！乌恰县就连接着吉尔吉斯斯坦，我们行驶的这条公路在中国叫581国道，但它在外国车辆眼里叫 AH65，它的全称叫 Asian Highway 亚洲公路网。近100条公路遍布在亚洲大陆及各个主要岛屿，如同针线将整个亚洲缝在了一起。越是临近边界，你越是能感受到这种世界的连接感。所以换句话来说，其实我们现在也在见证着这个时代的丝绸之路。环行中国的旅程中，你会对邻国非常敏感。以前地理课上会要求我们背邻国，但如果你真的环绕中国一圈，全都能记住，因为文化并没有像国界那样泾渭分明，美食、建筑，甚至当地的生活习惯都会告诉你，在国境线的另一边是什么国家。而在前往西极之前，你会经过几个小景点，真的是小景点，没有人的那种。怎么这么安静啊？就整个贝壳山，现在除了我们2个人之外，就没有人了。只有一群羊。刚一下车的时候，那羊还挺诧异的，那好几个羊是这样看。咪咪，他们是咩咩。咪咪，就没有一只羊想理我，它不想跟你直视，对，它就自己别过去，然后自己就默默走了。这个叫做贝壳山的景点，看点不是因为山长得像贝壳，而是山上真的有贝壳。其实你往地上一看，这地方都是贝壳呀。哦，好像是有贝壳的形状。哦，真的，哎，真的哎。啊，贝壳化石是不是这种东西？感觉。对，它现在已经变成石头了，它完全就是一个石头的样子。但是你能看出来它是贝壳。这些是来自3400万年前的牡蛎。没错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曾经是一片汪洋，向西连接着古地中海。从千万年前的某一天开始，大地震动，高原隆起，海水退出，山脉生长，贝壳就这样跃上山顶，化为石头。山脉也从此处开始发育，逐渐高耸。天山和昆仑山就这样形成了。现在的新疆是亚欧大陆之心，几乎是离海最远的地方，但这里曾经是海。而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在这条通往西极的路上，你真的能看到帕米尔高原上这2座大山的根。相信你以前在地理书上见到过这2根粗大的线条在西部合为一处，那个交汇点就在这里。没错，在这里你能够清楚地看到天山和昆仑山是如何一分为2的。昆仑山和天山向着东方不断的延伸，它们渐行渐远，会包裹出一个盆地出来。这个盆地就是中国最大的盆地——哈里木盆地。2座山会终止于不同的两端，但是它们是有一个共同的起点的，就在这里，帕米尔高原。那时候我们发一本小小的蓝色的地理图册，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中国地形图啊、干湿图啊、行政图啊，然后你会在里面翻。每一页地图看得可仔细了，但是那都是抽象的概念，那根本不具体。真正具体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。我突然想到上次咱们做东极的时候，在抚远，然后那时候有很多人互动说：“哎呀，你们什么时候到帕米尔高原西极去看一看啊？”我们现在准备从昆仑山和天山的交汇处继续往西走，去到中国的西极。
当我们到达中国西极的时候，已经临近黄昏，我们将在这里目睹当日中国最后一抹阳光。上面那个就是西极的碑了吗？对，哇！哦，还要爬一段路，前面一片雪山啊！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中国的最西端。前面那个西极厕所，我现在是非上不可。因为这边昼夜温差太大了，尤其是太阳一落山之后，我感觉温度基本上就是以10分钟降几度，10分钟降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我还记得我们之前拍的那个中国第一缕阳光，那天是个阴天，在黑龙江的抚远。那个时候感觉，哇，还要来西极还要多长时间啊？每天把算着日子，觉得时间还有很久啊。现在感觉时间很快就到了，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夏天，我们穿着短袖。现在已经是冬天了，我们现在开始穿大棉袄了。沿着之字形走上这个山坡，就看到上面有个塔，那个塔就是中国西极点的那个纪念塔。哦，这个牌子就是了吧？应该是。哦，对。中国西极。哦。当你沿着台阶逐级向上，竟然会有一种神圣感。夕阳余晖铺满山和谷地，顺着谷地向西望，太阳沉下去的地方就是吉尔吉斯斯坦，而帕米尔高原也迎来了绝美的日落。或许在西边的吉尔吉斯斯坦，那个阳光还能达到的地方，大家还在享受最后的黄昏，但是在这边，可能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，那个最东端的地方，我们老家海边，现在早就已经是黑天了。我刚查了一下。抚远今天3:09日落，下午3:09。哇！现在咱们这边几点？咱们现在是7:53。因为这里过于偏僻，没有人造的灯火，太阳便成为了这里唯一的光源。它在运动中塑造的光与影都是肉眼可见的，而这个星球最大的光与影便是晨与昏。在这儿，我们居然能够感知到晨昏线的存在。当你用全景的视角去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种感觉更强烈了。在那边，现在太阳落山的方向还有一些太阳的余晖，那个是最后的黄昏。但是在这边，在背向太阳的东方，这个黑暗一步一步朝这边滚过来。对，刚刚描红整个山边的那个黄昏的余韵，现在已经升到半空中了。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，跨越中国5个时区，将课本中的2个画面分别记录了下来。现在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。我曾以为在课本中听到的那些话，不过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理解，做了一些标准化的表达。但是当我们看过之后，才发现乌苏里江真的会洒满阳光，帕米尔高原也的确是满天星斗。对了，满天星斗。当这儿的太阳完全沉没，四下一片漆黑，抬头便可以看到满天星斗，满天星斗。离开了中国西极后，我们来到了南疆重镇喀什。我以前一直以为新疆人能歌善舞是纯的刻板印象，不是，你们真的人人都会跳舞啊！环行中国的旅程还在继续，现在关注一波，后面的路还长着呢。